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，今天我们会谈到背熟这3条人性黑话，没人能左右你。有个朋友2年前因为需要在家照顾孩子，开始尝试做微商。尽管他的上家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，声称哪怕对销售一无所知的新手宝妈也能轻松赚大钱，但其实背后的套路大家都懂，无非是让你先找身边的亲朋好友来捧场。小叶这个朋友将自己的亲朋好友几乎都轰炸了一遍，许多人碍于情面不好意思直接拒绝，就买了一些。可俗话说得好，帮忙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小叶的产品又不是什么必需品，谁也不会一直做冤大头。然而他却因为业绩平平而心生怨念，总是无意间说些不买他产品的朋友的坏话，似乎不买他的东西就成了别人的错一样。通过小叶的经历，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人性黑话，学会之后没有人能轻易玩弄你。1. 帮忙是情分，别理所当然。小叶发现很多人喜欢对身边的人施加道德绑架，尤其是对亲戚朋友，总认为他们理应帮助自己。然而作为成年人，我们应该明白，要想赚钱，首先要打消依赖他人帮助的念头。如果你的产品本身没有吸引力，仅靠亲朋好友的情面购买，那说明这个产品在市场上根本没有销路。很多人想不透这个道理，硬是拿着无用的产品，非要朋友们支持购买。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让别人感激，反而让自己成了别人口中的烦人精。帮忙本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，一味地要求朋友买单，只会让人觉得你双标。因此，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类似情况，不妨坚定拒绝，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不帮而绝交。如果你想经营一个长久的生意，一定要让自己的产品经得起市场考验，而非依靠道德绑架来推销。2. 帮助要讲究分寸。很多人喜欢灌输无私、奉献利他精神等观念，但他们并不是要让你成为圣人，而是希望你多为他们付出而已。小叶认为，无论是哪种关系，如果只有一方在长期付出，那注定是不可持续的。所谓情分，就像银行存款，有存才有取，但如果你一味地索取而不付出，那总有一天账户会透支。例如，有人借了你的车开了1天，油不加，车也不洗，甚至回来还抱怨车不好开。换作是你，还会喜欢这样的人吗？然而也有些人借了车还回来时油加满，车洗净，这样的人谁又不愿意交往呢？现实生活中，我们都遇到过不懂得分寸的人，即便你帮他无数次，他也不会感恩，一旦没帮到，他甚至会背后抱怨。因此，聪明人帮助他人时，懂得让对方付出必要的成本。这样一来，不仅不会被白嫖，还能筛选出那些真正懂得感恩的人。真正的友谊是平等的互助，而非单方面的付出。下次若有人找你帮忙，不妨明确回报要求，让彼此的关系保持平衡，这样才能走得长远。3. 远离道德绑架者。我们生活在人情社会，免不了要与人打交道，朋友间你来我往，人情自然也逐渐积累。可正因为人情是无形的，有些人会用道德绑架来操控你。例如，有些父母总认为孩子是他们生的，就理应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，甚至不惜以爱的名义对孩子做出极端要求。再比如，有些朋友隐瞒事情，造成你不小的麻烦，还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为你好。其实，任何人站在道德制高点，意图道德绑架你，都不是真的为你考虑，而是出于自己的需求。当我们遇到这种人时，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，果断远离。朋友之间的帮助不应带有任何附加条件。若是你出于好心帮了别人，但心里期待对方永远铭记在心，甚至回报你，那很可能会失望。因为现实中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感恩，大多数人在得到帮助时姿态放得很低，而等渡过难关后，他们会放大自己的能力，淡化曾经的帮助，甚至无视它的存在。帮助别人后，如果对方心存感激，那自然最好，但如果不感激，我们也无需生气。真正成熟的人在帮助别人时，要么明确开出条件，要么无条件付出，但事后绝口不提。这样不仅能避免不必要的误解，还能让自己内心更加坦然。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，学会识别和应对人性的各类黑话，能让我们不轻易被人利用。正如小叶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帮忙是情分，别把别人的善意当成理所当然。帮助要讲究分寸，不要让无底线的付出耗光自己。远离道德绑架者，记住真正为你着想的人不会利用道德来绑架你的情感。与其依赖他人，不如提升自己。清楚自己的界限，守住自己的底线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，你都可以点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留言。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